大家好，欢迎大家观看今天的节目。大家都知道，佛教的根本五戒是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邪淫、不妄语、不饮酒，但其中的不邪淫最为难戒。古人说万恶淫为首，但现在很多人却认为性开放、性自由是在解放身心，所以不但不以为耻，还肆无忌惮地放纵欲望、宣扬欲望，这就导致了现在人们的淫念变得越来越重。要知道，邪淫的危害可是非常之大的。如果我们想要积累功德福报，就一定要先戒除邪淫。小编最近做了许多关于邪淫的内容，不知道大家在看完小编分享的内容后，对邪淫是否有了足够的认识？今天小编再来和大家分享一遍宣化上人关于断除邪淫的开示。其中，宣化上人告诉了我们如何通过打坐入定、炼精化气，达到断除淫欲、正念佛三昧的方法，向我们生动地描述了正念佛三昧的最高境界是什么样子，也值得我们学佛人了解和借鉴。小编也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，能够更好地帮助大家断除邪淫。在开始今天的内容之前，请大家点点订阅和小铃铛，点赞是对小编的最大支持，谢谢大家。戒淫可以说是佛教一直在反复强调的话题，可以说是生死观，也可以说是超脱轮回的根本。但是我们要如何才能做到戒淫呢？要知道，我们正常人只要是吃五谷杂粮的，必然会有精气，而精气一足，那么自然而然就容易引动淫欲。如果这个时候只能勉强的强迫自己去回避女色，以此来压迫自己的欲望的话，那么这么做也只是暂时性的表面上戒淫罢了。其实在潜意识中，淫欲只会变得更加旺盛，而且往往还会在梦中难以自控。包括现在很多的出家人也是如此，虽然长期不近女色，却难免梦中仍会留有淫念。所以说，想要戒淫就好比大禹治水一般，不是单纯的用水来涂眼就可以治好的，并且勉强压抑也不是长久之法，我们必须要加以疏导。那么该如何进行疏导呢？白日筑基，打开丹田，让精气导入丹田，运行于三脉七轮，如此精气不冲动，加上心中觉念常在，欲念欲生则觉，觉即空。我们要时常保持内心的清净，不让欲念升起，而不是等欲念升起后再去降服它。要知道，对治欲念重在防御，欲念欲起则觉察，则降服。除此之外，在楞严经中其实还有个断淫的法门，即火光三昧法门。对于火光三昧法门，在经中有这么一段记载：乌除色魔于如来前，合掌顶礼佛之双足，而白佛言：我常先忆久远劫前，性多贪欲，有佛出世，名曰空王，说多淫人，承蒙火炬，教我遍观百合四肢，诸冷暖气，神光内凝，化多淫心成智慧火，从事诸佛皆呼召我，名为火头。我以火光三昧力故，成阿罗汉，心发大愿，诸佛成道，我为力士，亲伏魔愿。佛问圆通，我以地观身心暖处，无碍流通，诸漏寂消，生大宝焰，登无上觉，斯为第一。乌除色魔亦为火头，即火头金刚的意思。他是一位护法神，在佛说法时，护法神只能立不能坐，所以他没有从坐而起。他于佛前拿掌顶礼佛足，对佛说道：我回忆久远劫以前，性多贪欲，当时有空王佛出世，他告诉我，多淫之人生时被欲火所烧，死后再被业火所焚，故成为大猛火炬，不但要被烧去善根，并且还要被烧灭智种。接着他又教我要遍观全身骨节及两手两足，在欲心未动前是清凉的，欲念一动就浑身发热，这证明欲念确实有如大猛火炬。我心生恐怖，于是就开始精进修观，依教专心修观，觉得全身暖气至盛，更增加我厌畏之心，厌畏心生，淫心顿灭，由此成就正定。这一段神光在内凝聚，把多淫之欲火化成智慧之光，就得火光三昧。我用火光三昧之力来消灭诸漏，断除劫缚，得入圆通而成大阿罗汉。成阿罗汉后，我便发大愿，所有诸佛成道，我做大力士，拥护佛法，
亲自为诸佛制伏魔怨。佛问哪一法门最圆通？我以观察身心的暖处，成为智慧光，烧尽惑业，故得无碍。再以神光智火流贯十方，融通如来藏性，成就性火真空。性空真火，故能消灭诸漏，而得大宝岩的智光，即火光三昧，转凡成圣，登无上觉位。故认为专心一意来观察火大最为第一。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种淫欲心，但不要怕。你看《楞严经》这段记载的火头金刚，他本来淫欲心很重，但之后他却用锻炼的功夫，愣是将淫欲的火变成了智慧火，而做火手金刚。所以说淫欲本是净性因，你若存一正念，这就是净性的因；你若存一邪念，那就不清净。所以淫欲的性不是将其断了，而是将其变成净性。所以说除淫就是得清净的法身。除了修习火光三昧法门之外，我们也可以用静坐的方式来断淫。男性如果能坚持静坐每日1到2个小时，1个月内不泄精不起淫念，那么下身就会精气具足，阳根坚挺，小腹鼓胀而不起淫念，并且气息还会冲开会阴穴，也就是海底轮，接着小腹的经脉就会冲开，清除阴气，这时可能会精满则溢，无欲而自然泄精。此时排尽旧精，去除阴气之后，心经方生，纯阳正气不要紧，再次积累，如此2到3次，精气就能冲开丹田之窍，丹田窍开，气就会自然流入丹田，循环于3脉7轮，之后便能身心清净，风平浪静，不易再起淫念。而要打开丹田之窍的关键，就是在这1个月内不起淫欲，积蓄精气，冲开丹田，在丹田窍开后，一守丹田，丹田立刻发热发烫，身心宁静，不起欲念。如此静养，静静让真气循环于3脉7轮。当一个修行人能够真正做到断淫的时候，那么他的3脉7轮必然尽通，三昧真火内生，这也是密宗的修订法之一，即化淫欲为拙火，运行于3脉7轮。这里其实也体现出了圣凡之间的区别，凡夫让精气外泄，轮回与生死，而圣人则让精气回流，循环于3脉7轮，解脱生死轮回。除此之外，我们还要尽量做到睡觉时右侧卧。为何要右侧卧呢？因为右侧卧时双脚弯曲，好比静坐，丹田部位形成卧流，气息积蓄于此，晏然静守，丹田热气氤氲，这个姿势是养气守神的一个好方法。丹田开窍后，修行人睡觉时都用此姿势，以此达到静守丹田、炼精化气的目的。那么我们又该怎么判断自己的断淫成功了呢？其实断淫成功的标准就是百日无淫漏，夜不盗丹。无论是道家、气功师、佛家都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禁欲。道家炼气师有个说法叫百日筑基，就是要禁欲100日。一般凡人休息几日，精气就开始增多，精气足了就找出路，就容易冲动，视为欲火焚身。而凡人的出路就是下根勃起，需要发泄，发泄之后就露出了，露出就虚弱几日，然后再休息几日，再增多，然后再发泄，如此循环不已，永远是凡夫。而气功师、道人和僧人则反其道而行之，禁欲几日后，精气增多，下根勃起坚挺，这个时候内心平静，没有淫欲，或打坐或右侧卧，安心静守。下根到小腹此时会越来越充实，阳根坚挺如铁，持久不倒，小腹鼓胀，这个就是无欲则刚。继续积累，这些精气没地方去，就会自然的冲开会阴穴，冲开小腹的经脉，继续积蓄，然后忽然的丹田开窍，丹田就打开了，精气就突然流入丹田，小腹鼓胀感就消失，阳根也松软。此后只要静守，丹田就发热，如此不断继续，丹田的能量就会越来越多，视为炼精化气。而没有这一步，丹田是没有打开的，精气是无处储蓄的，所以这步叫做玄关开窍，之后精气自然被升华，而运行于3脉7轮，身心清净安宁，气息充沛，如此便可以做到静坐夜不盗丹，无需睡眠，或者一日之中
只需在子午二时静卧片刻，右侧卧意念丹田，丹田发热发烫，立刻心肾相交，精神焕发，无需再睡眠。再加上不杀生不偷盗，这样没有业障纠缠，阳气不损，视为纯阳之体，视为漏尽通，也就是阴界生定。如今很多人天天都在那儿讲念佛，可为何却没几个人做得到念佛三昧一心不乱呢？为何现在很多高僧都不告诉你如何做到断疑呢？为何没一个能念佛一日一夜不间断的呢？弘扬念佛法门自然功德无量，越多人念佛当然越好，所以重点都在劝人念佛上。这个是又轻松又有功德的事情，人人都争着想做，而根本的东西戒定慧，尤其是戒定，却很少有人重视，因为这是个卖力不讨好的事情，所以很多人都不肯提及。但是要知道，没有阴界生定，我们就无法断淫除睡，成就纯阳无漏之体，也就不可能达到念佛三昧了。至于为何很多的名人名僧总是避而不谈断淫，那是因为没有哪个高僧肯告诉你他们的隐私，如何断淫。如果坦诚自己也有淫欲，也难断淫，谁还敬重他们呢？所以亿万人念佛，只有难得几个能做到念佛三昧，如地藏菩萨一样，念佛一日一夜不间断的。而念佛三昧的功德有多大呢？不仅自己的母亲被超度升天，而且连同整个无间地狱的众生都被超度升天了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了，期待大家在下方评论区留下自己的感悟。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